孩子饿死，可我的状元郎丈夫却带着寡嫂和他的孩子远在京城享清福。我寄出书信无数，却得不到一封回信，一枚铜板。陈师妹，你不是说你要接我们进京的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看我们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妹，师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死了！怎会如此？这相见虽然疾苦，但别人家的孩子也是能够长大的，怎么就……苏瑶，你这个贱妇！我苦苦在京城打拼，你却把我弄得家破人亡。收下休书。为什么？我等着你的信，苦苦等了5年，我变卖了所有家产，换一口吃的。难道说，就是为了给我送休书的？温柔贤良，在这5年内，把府里的孩子们都照顾得极好。这状元夫人的位置，你也该让出来。弟妹莫怪，师妹心中其实早已经没有了你，与其守着空名受苦，倒不如早些放手，也省得累了自己。你们男人口中的爱是假的，海誓山盟也是假的，只有给钱才是真的。我这一生终究是错付。这是饥荒眼中我第一次割肉换馒头的时候。上一世我被陈世美那些甜言蜜语迷了一世，找新人。这一世你们别想在京城逍遥快活。走，我们收拾行囊，去京城找你们的爹。加速行驶，走！是。娘，还有多久才到京城啊？我好累啊！再坚持一下，上了官道就快了。夫人，没事吧？怀安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。别动，伤得太重了，我先帮你包扎。是他。多谢将军的救命之恩。当年我被恩人救下后，本想报答，可惜后来我被这副将找到，身边并没有救命恩人的身影。如今恩人落难，我断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。并且这般柔弱身子，泥泞过身，却活得质子周全，着实令人敬佩。我乃护国将军，此行要押送粮车进京，不如你们随我同行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终于到京城了，这就是状元府。陈世美，这一世不会再被你的花言巧语蒙骗，我要拿回属于我们的每一文钱。你好，我们去，这哪里来的叫花子，还敢来状元府讨食？这位大哥，你先别着急关门，我们是陈世美的亲人，这信上还有他的印章为证。真是来的印章。哎，夫人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哎，您请进。师妹，今日在朝堂上可还顺利？还算顺利，倒是长嫂别在家中这么操劳。我已经为你请封了诰命夫人，再过几日圣旨就下来了。师妹，你对嫂嫂我可真好。我和孩子们在乡下挨饿受冻，他们倒是在这京城像夫妻一样享受着荣华富贵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一直傻傻的相信他。老爷、夫人，
有3位自称是老爷的亲人来了。是谁？弟妹啊，你怎么突然来京城了？怎么也不写封书信，我好派人去接你啊。苏瑶，我在信中再三强调，你不要一个人私自上京，你为何不听？还带着2个孩子一路奔波，成何体统？苏瑶，我在信中再三强调，你不要一个人私自上京，你为何不听？还带着2个孩子一路奔波，成何体统？你生气是因为我带着孩子劳累奔波，还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打扰了你和陈夫人？苏瑶，你不要在这里胡乱猜想。我和大嫂一直恪守本分，清清白白，从未有过逾越之举。你可别因为一些胡乱猜测，就败坏了大嫂的名声。是啊，弟妹，世美心里从始至终都是你。就说前一阵吧，皇上要给世美赐婚，那世美想都没想，当场就给拒绝了。世美这心里全都是你跟孩子。是啊，瑶娘，你别乱想，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和孩子们能有个安稳的生活。爹爹，陪我们玩9连环嘛？是啊，爹爹，我们都等好久了。这几年来，怀妮和怀安天天跟着我下地干活，吃尽了苦，连个拨浪鼓都没玩过。瑶娘，你也知道，这俩孩子从小就没了爹爹，在外面一直受别人欺负，我自该身挑2房，他们叫我爹爹也没错。你该不会和孩子一般计较吧？怀儿、倩儿，快叫婶婶。宁儿、安儿，和哥哥姐姐一起去玩9连环吧。行，哥哥为什么要骂我？你这孩子，小年纪怎能说出如此恶毒的话？竟然把弟弟妹妹比作猪狗！你娘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你个泥腿子，居然还能听懂文言！陈世美，你艺考数年，那些日夜苦读的日子，每一夜我都陪在你身侧。你读的那些书，背的那些文章，光是听我都听会了。教孩子几句文言算什么？怎么，现在你是都忘了那些苦日子了？瑶娘，我没忘，是我没有管教好孩子们。怀儿，快给弟弟道歉！我没错，我凭什么要给他道歉？瑶娘，你别误会，怀儿最近才开始开蒙读书，那读的书都是五花八门的，脑子都读烂了，所以他才会说错话。你别跟孩子生气。开蒙？我的怀妮和怀安长这么大，连纸和笔都没有摸过，更别说像他这样开蒙读书了。怀儿，听话，快给婶婶和弟弟妹妹道歉。我不，怀儿，哼，你们都是坏人！娘娘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别跟孩子一般置气。这件事是怀儿做的不对，回头我一定好好管教他们。去，带孩子们到花厅吃饭，照顾好2少爷和2小姐。是，老爷。娘，别怕，你们先去，娘一会儿就过来啊。娘娘，等吃完饭，我还是先把孩子和你送回乡下去吧。乡下虽然清贫，但是日子安稳。你放心，到时我一定多寄些银两给你们。凭什么？我不回去！我家现在正闹饥荒，地里颗粒无收，而且我听人说，之后可能会有疫情爆发。我现在带着孩子回去，岂不是只有死路一条吗？苏瑶，你能不能为我着想？京城岂是你说留就留？我在京城毫无背景，又不是那些攀岩附势之辈，在京城已然得罪了不少人。你和孩子是我的软肋，你们留在京城，我不可能放手一搏呀。弟妹，我知道你苦，可你也不能看着咱们状元府过得繁华，你就不想回乡了呀？你也要多为世美考虑考虑，她好不容易才在这里站稳脚跟，你要是留在这里，那得多为难她呀！大嫂，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不回乡？难道你就不怕给他添麻烦吗？苏瑶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大嫂留下来是为了帮我操持府邸，是为了帮我结交那些权势贵人，为了让我在官场上有路可走。这些事一向做不来的。陈世美怕是忘了，我曾经摆摊卖糕点供他读书，每天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最擅长的就是交际。就凭他周希雨，还能比我强？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不强求留下，但至少你要给我孩子一些钱，至少给我们留条活路。我每年都会让大嫂把我一半的俸禄寄给你们，这些应该够你们生活。你胡说！这5年我从没收到过你的1文钱。表娘，定是那些下人阳奉阴违，私吞了那些银钱。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再发生。这样，你和孩子还是先回乡下去吧。京城不是久留之地。陈世美，我是不可能带孩子走的。是怀宁和怀安的声音。是。大嫂，快起来！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要走也是他们走。你先带着怀儿去看大夫。怀儿，娘现在带你去看大夫。走。将军，歇一歇吧，喝口茶，做饭。我押送粮草进京的这段时间，京中可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回将军，京中倒是太平，不过城里都在传状元郎的发妻带着孩子投奔状元郎，结果状元郎不认发妻，一心偏袒自己的嫂子，还要将他们赶回乡下呢。多谢将军的救命之恩。夫人这是要去哪？我的家乡闹了饥荒，实在是待不下去了。我要带着孩子们进京寻夫。难道是他？备马，快！是。发生什么事情了呀？你们给我滚回乡下去！哼！陈世美，既然你不给我和孩子活路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大嫂，这状元看着尊贵，没想到是这种人，把发妻留在乡下受苦，和大嫂子在京城逍遥，还真有什么事？可不是嘛，真是可怜了这娘家，大老远的赶来，却被这样对待。这大嫂啊，也不是什么善茬，估计呀没少在中间使坏。师妹，弟妹怎么这样？她这样不是当众毁坏你的名声吗？有什么事情不能关起门来好好说呢？我的名声不要紧，可你还要做官呢。这个苏瑶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他这么一闹，我颜面何存？师妹，你别生气，不如我们将她哄在府中，免得再生事端。还是大嫂最知我心意。待我将她骗进府，并关进后院偏房。你放心，这以后家里的事情还是你说了算。出来了。娘娘，你看这外面人多眼杂，有什么事咱们进去慢慢说啊。我不进去，我在你这状元府没钱没势，进去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你可以在这里胡闹，但是孩子们遭不住啊！来人，把少爷和小姐给我送进府里，好生照顾。玉，住手！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欺负妇孺！护国大将军霍惊鸿，他怎么来了？天子进去，手握重兵，连当朝宰辅都要礼让他3分的人物，这可不是我惹得起的说。将军怎么来了？这位夫人同本将军押粮车一同进京，路上险些饿死在荒原。你就是他口中每年寄信盼着接妻儿进见的状元，你为何将他们母子拒之门外，还让下人动手？
将军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是苏瑶她误会了。将军，平日里我待苏瑶跟她母子3人都是关怀备至的，我真的是世美的大嫂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陈世美，我可以跟你合理，给大嫂投位置，但是，求求你，能不能收留2个孩子？他们是无辜的。将军，她就是我一个妾室，看着京城繁华，便想攀附权贵，留在京城，还在这儿胡搅蛮缠，败坏我的名声。我也是出于无奈，快把她和孩子捆进府里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！你说她是妾室，可有证据？空口无凭，随意污蔑他人，你当众人都是傻子吗？你口口声声说她是你的妾室，可有证据？苏娘子一路辛苦，带着2个孩子风餐露宿，为的就是许你这个丈夫，你却如此对她，就不怕招人唾弃吗？她真的就是我一个妾室，家乡人都知道，纳妾也不需要文书，这2个孩子便是证明。陈世美，不认孩子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，这是我们的婚书，上面还有观音为证。苏瑶堂堂正正是你的发妻。没错，苏瑶确实是我的发妻，但我的大嫂周希云也是我大哥的发妻，你算得上庄严侯的夫人。你说的话真过分。为了帮我养家，操劳过度而死，临死之前把他的妻儿托付给我，我岂能弃他们不顾？别说了，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我坚持跟你回家，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情，让弟妹误会。哟，这么一听，这状元郎还挺有情有义的，是你都想多了吗？挺生气，就是人家这也是没办法呀，人家得照顾人家大哥一家呀。是，这状元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大哥家的顶梁柱没了，他就代为照顾，真是难得。这大男独孤儿寡母的，也真是可怜。这2个人啊，真是不好对付，颠倒黑白，把众人都迷惑过去。所以这就是你把我跟孩子抛在乡下，整整5年不管不顾的理由吗？当初你只带着大嫂跟她的孩子进京，这5年我跟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你知道？你甚至连1分的钱都不给我们。苏瑶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你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成何体统？我不是非要留在你这状元府，乡里闹饥荒，地里颗粒无收，能吃的都吃没了，连树根和野菜都被挖光了。为了不让孩子们被饿死，我甚至一颗肉一口药汁换馒头给他们吃，这太可怜了。这状元郎一家真是……也太不容易了，为了孩子遭这么大的罪。你再看看这大嫂穿得光鲜亮丽的，你再看看这娘仨破破烂烂的，看着面黄肌瘦的，太可怜了呀！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与大嫂的关系却惹人非议。若你不能妥善处理此事，我定当禀告皇上，请陛下判断，你这状元到底在做些什么？将军请息怒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我这就将咬娘和孩子们接回府中。咬娘，快起来！我这就将你和孩子接回府中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回府？你这状元府的门槛，我们娘仨可高攀不起。当初你只带着大嫂跟她的孩子进京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才是一家人？苏瑶，天子脚下，你聚众闹事，你是想让我罢官免职吗？罢官？你跟大嫂在这不清不楚，现在还在跟我谈前途，你就不觉得可耻吗？苏瑶，你休要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和大嫂一直恪守本分，清清白白，别在这里胡思乱想，败坏了大嫂的名声。师妹，你别替我辩解了，都是我不好，让弟妹误会了。大嫂，你别难过，
都是咬娘不懂事。陈大人，你若行得正坐得端，又何必怕人非议？你口口声声说与大嫂清清白白，可你的所作所为又该作何解释？苏娘子一路行，带着2个孩子风餐露宿，她只是想为自己讨个公道，何错之有？我也不想跟你多费口舌。你把这些年欠我跟孩子的钱和物交给我，从今以后，我绝不会出现在你的眼前，碍你的眼。咬娘，我真的不知道家里过得那么难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你别生气了，以后我所有的俸禄和赏赐，一分不差的都给你们寄回去。你放心，以后我有时间了，也会经常回乡下看你们的。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吃苦了。我不信你说的这些话，就跟你以前写的这些情书一样，都是空话。我现在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银子，只有银子才能让我跟孩子活下去。弟妹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闹得这么大一场，终究不过还是为了钱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那你又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？大嫂，你可真是清高啊，可以视金钱如粪土，可我不行啊，我跟孩子都快饿死了。大嫂，你这么善良，可不可以把相公的钱还给我，让我跟孩子能有条活路啊？大嫂，弟妹，别怪大嫂吝啬，只是世美的钱都拿去疏通官府了。你也知道，在京城做官，那哪里不需要银子来打点的呢？可这府中上下也过得真的很拮据呢。正是如此，咬娘，你且体谅体谅我，待我手头宽裕了，一定给你。你们说谎！今天要是不给我银子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状元府！苏娘子，别冲动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我替你做主。哎，罢了，大嫂，你去把对牌拿来，取我这5年来的积蓄。可拿来！就是对自己气儿就这个样子。弟妹，你还真是有手段，这么一闹，这钱还真是拿到了。哪比得上大嫂您呢？霸占别人的丈夫，还能装出一副无辜的模样，在这京城里风光无限，还不落人话柄，这才叫高明呢。苏瑶，钱你也拿到了，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我要的都是我应得的，另外我还要陈谦和陈怀的9连环，还有他们的启蒙书籍，还有周希云的珠宝首饰。我的孩子长这么大，连个玩具都没有摸过。我呢，供你读书这么多年，省吃俭用，连首饰都不曾佩戴过。可大嫂和她的孩子在这京城锦衣玉食，什么都不缺。世美，你看看他抢大人的东西也就算了，可现在他连孩子的东西他都要抢。苏瑶，别太得寸进尺，拿了钱也就罢了，现在连大嫂的东西你也想拿，你怎么这么不知廉耻？我不知廉耻，他们这些东西哪一样不是你花钱买的？为什么我的孩子什么都不能有？都是我们应得的。陈世美，怀宁跟怀安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子？为什么陈谦跟陈怀有，我的孩子就不能有？他们才是你的亲生孩子，你为何如此偏心？我去拿走我的东西。去，把他们要的东西都拿来。是。等我在京城安顿好，再想办法和这陈世美和离。苏娘子，我为你们在京城寻了个住处，就是这里，进去看看吧。
宋娘子，这个院子价格便宜又安静，周围的邻里邻居也很和善。你带着孩子住在这里，也算安心。霍将军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！要不是有您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置我跟孩子们了。怀宁，怀安，这里以后就是咱们的新家了。娘，我们不回乡下了吗？不回去，老家现在正闹饥荒，回去了，说不定连命都没了。我们就在这里好好生活，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娘，我饿了。好，娘这就去给你弄吃的。霍将军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，您一定要留下来尝尝我做的饭菜，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了。那就叨扰苏娘子了。开饭了。苏娘子，你这手艺真不错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家常菜。将军过奖了，我以前就是开点心铺的，做饭对我来说不算难事。苏娘子，以你的厨艺，若是在京城开一家食肆，肯定大受欢迎，不仅能维持生计，说不定还能闯出一番天地。确实不能一直坐吃山空。将军说的对，我决定开一家食肆，在这京城过上好日子。师妹还在看书呢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苏瑶要在京城开食肆。什么？她一个乡下妇人，哪里来的胆量和能耐？对啊，她一个乡下妇人，竟然要在京城立足开铺子，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而且她现在满脑子都是钱，我看着都替你感到不值。当初是我对不住她，可她今日在府前那么折腾，当众让我难堪，我们俩的情分就已经尽了。师妹，她若是真的苦了5年，会有这般手段？又是要钱，又是开店，她是早有打算吧？说的不错，她留在京城，迟早是个麻烦。传令下去，让府里的家丁去那店铺附近拦住想去捧场的百姓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生意，他还能不能在京城待下去？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百味斋今日开业，100年祖传手艺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姑娘先开一个。掌柜的，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这第一天开业就这么冷清，往后生意可咋做呀？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。我明明放了鞭炮，也撒了喜糖，怎么今天连个进门的食客都没有啊？怪了，往常新店开张，街坊们多少还会来店里看看，这怎么今天看了眼店铺就绕道走了？京城门槛3尺高，你以为放2挂鞭炮，撒点糖，就当自己是根葱了？在这儿开店，只要我陈世美动动手指，整条街的人都会闭嘴。要么拿着钱回到乡下，要么在这京城活活饿死。陈世美，是你搞的鬼！弟妹，这世美也是为了你好，
你说这京城的水多深啊？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又带着孩子，世美让你多见识见识这儿的不易，是想让你知难而退。你说你又何苦遭这罪呢？陈世美，你以为你堵住了我的生路，我就会低头吗？我偏要在这京城做出个样子。哼，好啊，那咱们就赌一赌。若你能让这店铺3日之内宾客盈门，那我就不再阻拦你留在京城。要是你输了，你就带着孩子回乡下去。赌就赌，陈世美，我苏瑶就算是饿死，也不会再求你半分。世美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咱们该回府了。苏瑶，你输定了。这位大娘，请留步，百味斋今日买1送1，尝尝咱们的招牌桂花糕。算了算了，伤不起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你想吃点心吗？我做的桂花糕可甜了。娘，我想吃。瞧，走，娘带你去别处买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苏娘子怎的这般落魄，而且竟是如此冷清的食肆？若不是陈世美暗中使坏，陛下，这家食肆的老板娘手艺不错，要不要进去尝尝？哦，朕倒要看看能让霍爱卿如此这般推荐的手艺究竟如何。请。这位客官，小店刚开业，优惠多多。霍将军，原来是您啊！快里面请。好生招待，这位是贵客。贵客，菜齐了，请慢用。苏娘子，我不是与你说了，这位是贵客吗？你怎么还拿这些家常菜来搪塞？霍将军，您就放心吧。贵客，请您尝尝我做的这个红烧肉，这个啊，可是我最拿手的菜之一了。走，陛下在宫里吃过太多山珍海味，恐怕瞧不上这些家常菜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好吃，这红烧肉肥而不腻，香甜可口，味道着实不错。您谬赞了，能合您的口味是小女子的荣幸。好吃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这些家常菜呀，让朕吃出了家的感觉啊。民女不知皇上大驾光临，请皇上恕罪。免了。切，陛下，苏娘子厨艺精湛，做出这等美味佳肴，实在令人钦佩。如此美味，朕要留下亲笔题字。多谢陛下，小女子实在是倍感荣幸。听说了吗？这百味斋可是皇帝亲口夸过的。是啊，皇帝都亲笔题字的，肯定特别好吃。咱们去尝一尝。来，客官，你们的菜请慢用。谢谢。我靠着这一身厨艺，在这繁华的京城站稳了脚跟，我和孩子们以后的生活也都有了盼头。老板，两壶酒。来了。苏娘子这么认真，是在研究新菜吗？霍将军，你来的正好，一会儿你可要留下来好好尝一尝，给我提下意见啊！你看，苏娘子，这些东西先放一边，我这次来是给你送这个。赏花宴，这长公主为何会邀请我去赏花宴？长公主，微臣斗胆前来，想向您求一张赏花宴的请帖。这赏花宴向来都是女子，不知将军这张请帖求来是要给谁啊？回公主，
是给一位名叫苏瑶的女子。她携一双儿女千里寻夫，却不想被那状元郎陈世美和他的大嫂诬陷为妾室，当街驱逐。如今更雇凶堵她14的生意，逼她回乡下去。只是钦佩她一介女流，所以想帮她一把。在这饥荒中割肉换饭，护子周全的韧性。陈世美真不是个东西。不过苏瑶这样的女子，倒是让本宫佩服。一张请帖，本宫给你。多谢公主。如此一来，苏娘子定能更好的融入京城。还是算了吧，赏花宴上来的都是达官贵人，我只是一个开14的厨娘，去了不太合适。到时候万一在言行有失，冲撞了哪位贵人，可就麻烦了。苏娘子，我明白你的顾虑，但是你也得为怀宁和淮安考虑，让他们多接触接触这种场合，见见世面，对他们日后也有帮助。那陈世美轻轻松松就能让你的14开不下去，此次若能结交一些达官贵人，也能让你的14更好的经营下去。将军说的对，为了孩子，这赏花宴我去。这长公主府的气派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这可是咱们第一次接到长公主府的赏花帖，一会儿进去还要劳烦大嫂多与贵人走动。若能得长公主赏识，便是为我在官场上铺了一条清源路。世美放心，我能替你操持府中钟馗，也必能为你在贵人圈里争得一席之地。整个京城只有大嫂最知我的心意。苏瑶那个乡下妇人，只知围着灶台转，不像你，既能长家，又能撑得起场面。哎，你们慢点儿。怀宁、淮安，这里人多眼杂，一会儿进去了可得注意安全，说话也要小心，不该说的话可别乱说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娘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姐姐，这个乡巴佬为什么能参加公主的宴会？就是看他们土里土气的样子，丢的可是我们陈家的脸。苏瑶，苏瑶，她一个开14的厨娘，怎么会得到公主的宴请？难不成她是借着你状元夫人的名号混进来的？要是被公主府的人发现，说我们陈家攀附公主的关系，这丢的可是你的脸啊！前几日在状元府门前，他就险些坏了我名声。今日若让他以状元府夫人的名声混进长公主府，岂不是要弄出丑态？绝不能让他进去。站住！陈世美，你想干什么？还有脸说，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你们都能来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弟妹，这长公主赏花宴发放的请帖，可都是达官贵人。即便像世美这样的状元郎，那也是头一次获此殊荣，哪里还有什么多余的请帖再发放给旁人？你就别再执迷不悟了，快带孩子们回去吧。我有请帖。请帖，苏瑶，你可真会编。就你，长公主凭什么给你请帖？别做梦！你就别再嘴硬了。你若是真有请帖，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拿出来？别逞强了，快走吧。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个是长公主给我的请帖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一个乡野村妇，长公主为什么给你发请帖？她竟然真的有请帖，你这请帖该不会是偷来的吧？苏瑶，你简直是胆大包天，连长公主府的请帖你都敢造假。我们的请帖是长公主府统一派发的，鎏金金印才是长公主府的官印，你这个连金印都没有。弟妹，你这张请帖盖的是红色的印章，师妹，这要是让长公主府的人知道了，那我们整个陈家都得遭殃呢。不可能，
我的请帖绝对不可能是假的，我没有伪造请帖，这请帖是霍将军给我的。霍将军，弟妹，你不过与霍将军就有一面之缘，他怎么会给你请帖？我看你是想借着霍将军的名头去攀关系吧，也不知道你心里是怀的什么心思。苏瑶，今日我非把你送走，省得你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放开我！陈师妹，放开我！住手！霍将军，你来的正好，他们非说我伪造请帖，还要把我赶出去。这请帖是我给苏娘子的，上面的红色印章乃是长公主赐予。霍将军，我只是怕她冲撞了长公主。苏娘子，别理他们，我们进去吧。师妹，我听说这弟妹的14也是霍将军帮她开的，现在霍将军又亲自给她送请帖，难怪她那么着急的离开庄园府，该不会他们……长公主驾到！长公主千岁，长公主千岁，都起来吧。今日设宴只为赏花消遣，大家随意些便是。长公主，臣妇乃状元府夫人周氏，久闻长公主风姿卓越，听闻长公主喜爱古玩，这是臣妇花了不少心思寻来的，还请长公主笑纳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陈氏。听闻你在陈府倒是尽职尽责。谢长公主夸赞，这是臣妇的分内之事。听闻今日百味斋的苏娘子也在。民妇苏瑶参见长公主殿下。给长公主请安。长公主真漂亮。这孩子真是乖巧可爱啊！你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，却能将他们2人教养得这般好，真是不易。长公主谬赞，只要孩子们能健康成长，民妇就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。这簪子赏你了，还有这2块玉佩送给孩子们，希望他们平安顺遂。谢长公主殿下。谢长公主。快起来吧，你们母子3人坐到本宫身边来。是。她苏瑶凭什么能得长公主的青睐？不过就是一介村妇罢了。苏娘子，听闻你在京城开了家食肆，连皇兄都夸赞过。回长公主殿下，确实如此，能得陛下赞赏，实乃民妇之幸。在这京城立足不易，你一个女子能做到这般，实在难得。改日，本宫定要去尝一尝，也邀请各位夫人一同去捧捧场。长公主说的是，多谢长公主和各位夫人抬爱。坐。娘，外面好好看，我和姐姐也想去玩一会儿。娘，我们会很小心的，你就让我们去吧。无妨，让孩子们玩去吧。好吧，那你们可要注意安全，不许跑远了。知道了，娘。弟弟，快看，这荷花粉粉嫩嫩的，真好看呀！是啊，比咱们乡下的花还好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不过是几朵荷花罢了。瞧你们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就是让这长公主赏赐，你们就得意成这样。我们才没得意呢。是，你们就是嫉妒我们。我们才没有嫉妒你们呢。长公主，不好了，陈家的2个孩子掉进水里了。
什么？他不会是怀娘怀安吧？走走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长公主，微臣方才就在那边赏花，刚好可以看到这边的情况。确实是陈怀推了陈怀安。霍将军，我知道你与弟妹关系匪浅，但你也不能做伪证啊。霍将军，这是我陈家的家事，还望你不要随意插手。周希雨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霍将军是我的恩人，一直光明磊落，不像你那心阴暗，看什么都觉得脏。弟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只是觉得这其中另有隐情，才希望大家不要被蒙在鼓里。陈世美，你说旁人不配插手，那本太子可配当这个正主？有人落水了，糟了，是怀安跟怀宁。太子殿下，这里面一定是有误会的。太子殿下，怀儿她年龄还小，我求求你放过她这一次吧。陈世美，你眼盲心瞎。周希雨，你伪善歹毒，你们两个还真是天生一对。陈世美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却是非不分，偏袒侄子侄女，却对自己亲生儿女不管不顾。本宫罚你俸银1年，以儆效尤。长公主殿下，臣知错了，但能可否？你不必说，如今西南疫区急需药材，本宫命你亲自负责采买事宜。1个月后，你亲赴西南治理瘟疫。若立不下功劳，这朝堂你就不用回。臣领命。周希云，你身为长辈，却管理不好自己的子女，以致发生今日的事端。本宫罚你抄写女训女诫100遍，望你今后管理好自己的子女。是，长公主。苏娘子，今日之事你受委屈了。你且说说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？只要合理，本宫替你做主。长公主殿下，求您为我做主。这状元夫人的名头，我不稀罕。陈世美，我也不要了。陈世美，没想到你竟做出如此薄情寡义之事。本宫今日就为苏瑶做主，准你们合理。多谢长公主殿下。苏娘子，你是个坚强善良的女子，本宫赐你儿子入皇家书院学习的资格，也算对你和孩子一些补偿。多谢长公主殿下。苏娘子，恭喜你，终于脱离了苦海。多谢霍将军，终于摆脱这对渣男贱女了。今后我要过好属于自己的日子。这两人站在一起，倒是郎才女貌。若能成一个佳话，倒也不急。师妹，今天这件事情已经传出去了，怀儿在学堂里面被学子们指指点点。我听说皇家书院的学子们管教可严了。如果怀儿能够进到皇家书院，那一定不会被这些学子们去歧视。不如……可是长公主只给怀安一个学习机会，就这样给了怀儿，怕是不妥吧？师妹，我知道这么做对不起怀安，可是怀安年纪尚小，他就算进了皇家书院，他也学不懂了。可是怀儿不一样，怀儿刚好启蒙，他
他若是进了皇家书院，好好深造，定能成为你的得力助手，将来为咱们陈家争光啊！爹，我要能进皇家书院，一定会好好学习，将来帮你分担事务，让咱们家越来越好。怀儿真懂事，那就按你娘说的办。娘，爹爹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呢？怀宁乖，你还有娘亲，还有弟弟呢，我们都相信你。你今天做得对，是个勇敢的好孩子。娘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，努力变得有出息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孩子怎么样了？可好一些？你现在知道关心孩子了。我们在乡下吃不上饭、穿不暖衣的时候，你这个当爹的又在哪？幺娘，再怎么说，他们也是我的孩子，我关心他们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即便我们和离了，我这当爹的责任不能丢啊！你要是真心来关心孩子，我自然欢迎。就怕你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心里打着别的主意。幺娘，我确实有事要和你商量。今日在长公主府的事传了出去，怀儿在学堂受学生们的歧视，说她是坏孩子，都不跟她玩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想着皇家书院管教严格，那里的学子定不会区别对待怀儿。你看能不能把长公主给淮安的皇家学院名额让给怀儿？陈世美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陈怀才把我的孩子推下水，差点就要死了，我恨不得他名声狼藉。凭什么要把淮安的机会让出去？苏瑶，他就是一个孩子，现在被人指指点点，你就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？眼睁睁看着孩子受苦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良心？我跟孩子挨饿受冻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怀宁、淮安被人推下水时，你信誓旦旦维护外人时，可曾想过良心？我忍气吞声这么多年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苏瑶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狠绝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以前事事以你为先，洗衣服、做饭、操持家务，哪怕你5年对我们娘仨不管不问，我也依旧维护着陈家的名声。可结果呢？现在我不愿意再做任人揉捏的软柿子，你倒说我变了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好好好，我吵不过你，但是今天这个推荐信，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休想！淮安，爹爹知道你懂事，你看能不能把这个名额让给哥哥，好不好？陈世美，别碰我的孩子！你要不要脸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淮安交出名额？啊！爹爹，陈怀把我推下水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相信姐姐的话？你为我和姐姐做主了没有？爹爹，你每次都帮坏人欺负我们，你明明知道是陈怀把弟弟推下水的，却从头到尾都在袒护他，还要把弟弟的补偿给坏孩子，你是坏爹爹。陈世美，在你心里是不是只有陈谦跟陈怀的名声最重要？自己的孩子被人推下水受了伤，你连一句真正的关心话都没有，反倒着急为凶手开脱。淮安，怀儿他不是故意的，你能不能大度一些，原谅哥哥？我不原谅，这个名额是长公主给我的，我绝不会把名额让给陈怀。淮安，你大伯走得早，怀儿从小就没有了爹爹，他现在被人戳脊梁骨。你大伯临死之前把孩子交给我，让我好生照顾他们。我如果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，怎么向九泉之下的大伯交代啊？放开我！是他先把我推下水的，我不会原谅他们的。淮安乖，我们不原谅他们。
你少在这里拿死人说事，你分明怕是没办法给周星云一个交代。你大哥挣的那些钱，可曾有一文花在我们娘仨身上？反倒是我，每天起早贪黑卖糕点，挣的那些银钱，全都填了你们陈家的窟窿。这都是一家人，为什么要算得这么清楚啊？我要是真计较，就不是要你这5年的俸禄。当年供你读书的束修，变卖田产凑的银钱，还有你进京赶考路上的那些吃穿用度，统统给我还回来！就带这么些破糕点就来求人，陈世美，你当我是要饭的？我开着全京城最红火的14，差你这点破东西吗？钱在哪，爱就在哪。陈世美，你连看孩子都不愿意多掏1分钱，真是令人作呕。你的眼里就只有钱吗？对，我的眼里就是只有钱。从今以后，我只为了我自己和孩子。现在，带着你的假慈悲，立刻、马上给我滚出去！苏瑶，别不识好歹！推荐信如果不交出来，你14年别想开下去！陈世美，我的14，皇上、长公主、太子都亲临过，那大堂上还挂着皇上的御笔题字。有本事你就去试试，看看是你的官威大，还是皇上的金口玉言更管用。左掌柜，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红烧狮子头啊！难怪连圣上都为你这14亲笔题字。菜品不仅好吃，价格还很实惠。百味斋果然不负盛名啊！客人们吃得尽兴就好。明日我们还会上新的菜品，到时您可千万要来捧场啊！那感情好，我一定来。老哥，我听说上个月有位落魄书生在百味斋吃饭，当场题了一首赞扬美食的诗词，传到贵人耳中，直接被收作门客，从此前途无量。此事是真是假呀？当然是真的啦！那件事后，许多人慕名而来，更何况这里的菜品如此美味，百味斋的生意就越发红火啦。那太好了，我这就去点菜尝尝。小二，上菜。多吃一点。什么时候到我们上菜啊？这家特别好吃啊！早就想来了，幸好我提前请了人来帮忙照顾店里的生意，不然还真是忙不过来了。太好了，这个月盈利了3000两银，看来我很快就能筹备新店面了。我就被罚俸1年，这账上怎么连300两银子都凑不出来？大嫂，这府上的钱一直都是你在管，这账上的钱究竟去哪儿了？不行，我得稳住陈世美，不能让他发现我一直在拿府中的银子私下置办田产，还给皇儿填了吃喝玩乐的窟窿。这些钱当然全部都是给你花了呀。你官府上的人际交往，还有这府上所有的衣食住行这些开销，那全部都是需要花钱的。你那些俸禄也只够支撑维持罢了。世美，你不但不心疼理解我，你还反倒指责我。大嫂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长公主责令我收集瘟疫药材，我现在已然无暇顾及府中之事。哎呀，你别哭了。世美，那你能否再凑些钱？府中的开销实在是不够花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到时候只能辞退一些下人了。不行，这件事如果传出去，一定会影响我的颜面。大嫂，我现在为药材的事情焦头烂额，日夜奔波，你居然还拿府上的事情来烦我？钱的事情，你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。陈世美这个书呆子，怎么不像以前一样好骗？现在居然对我这样不耐，现在连钱都拿不出来，真是没用。大嫂，你的这些首饰可以先变卖换钱啊，到时一定可以支撑府中开销。你居然敢打我首饰的主意！大嫂，你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
大嫂，你放心，等度过了这次难关，我以后一定加倍补偿。现在陈世美还是状元郎，我不能看他倒霉，都怪苏瑶。要不是他来了京城，我现在也不会如此气愤。你给我等着！世美，我相信你，我这就去变卖首饰。该死，把我的首饰全卖了都填不了这么多窟窿，这点银子根本就不够。不行，过来，我得想办法再找点银子。我还以为是哪来的美人，原来是陈世美的大嫂啊！怎么来当铺了？难道是零钱不够？我王庸有的是钱，可为美人解忧啊！这个王庸虽然长得肥头大耳，而且出了名的好色，但家里确实很有钱。反正陈世美现在已经没钱了，不如我顺势勾引了王庸，那岂不是不用再为钱发愁？那就多谢王大人怜惜了。哎呀，美人果然识时务啊！不如现在就跟我回家吧。大人，听说有家味道真不错，带你尝尝鸡吧。是啊，正好今天人不多，走，去尝尝。我却要为了银钱和黄庸这种货色亲近，苏瑶就不该近亲。我一定要报复苏瑶，让她付出代价。走吧，美人。宋娘子，霍将军，你怎么把太子也带来了？我今日教习太子武艺之时，给他带了你做的绿豆酥，他特别喜欢，非要来百味斋尝尝你做的其他糕点。真没想到今日店内的生意这么好。掌柜的，今日是我来的太突然了，但是我好不容易才出宫一次，不知你是否有空给我做些其他糕点？当然可以了，我非常开心你能喜欢吃我做的糕点。这个是我刚刚做好的桂花糕，厨房还有很多其他的点心，一会儿可以都尝尝。大唐人太多了，我先带你们去楼上的雅间如何？走，霍师傅。太子殿下可以吃了。太子殿下，后厨还有一份新做的糕点，我去给你端过来。好。周希云，弟妹，好久不见啊！周希云，你来我的14做什么？哎呀，弟妹，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做了好久的妯娌，你怎么用这么防备的眼神看着我？啊！别碰我，我跟你可没这么熟。大嫂知道你的14生意红火，所以啊，是特意来照看你的生意的。别说，你能有这么好的心？说吧，今天打的又是什么坏主意？要我说，还是弟妹你了解我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夫人，你刚刚吃了百味斋的饭菜，就开始腹痛难忍，一定是这里的饭菜不干净。快来人呐！百味斋的饭菜有毒，来人呐！啊！百味斋的饭菜竟然有问题，往后谁还敢来这儿吃饭？纵使这百味斋有陛下亲笔题字又如何？只要我今日能在众人面前坐实这个食品有问题，那他一定是做不下去的，甚至还会被皇家怪责。到时候，苏瑶，你还不是被我拿捏？大家先静一静，不要惊慌。这件事情的经过还没有调查清楚，这些都是周希云的一面之词。我百味斋的食物不一定有问题，我苏瑶在这里保证，今天的事情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肚子疼，难道是假的吗？我怎么可能因为我的性命而去陷害你？这样做对我又有什么好处？就是，百味斋的食物有问题，还死不承认，我这就去报官，让官府来为我家夫人做主。客官，消消气，这都算我的。客官，别走。周希云，谁是苏瑶？是他，大人，他就是苏瑶。
就是他在饭菜里面下毒，你们快抓了他！周希远，你不要胡说。大人，我百味斋的食物在上桌之前都会再三查验，绝对不可能有问题的。苏掌柜，仅凭你的一面之词不能作为证据，但夫人的症状可是清清楚楚，所以说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，把百味斋给我封起来，好好调查。慢着，苏娘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霍将军，原来您和苏娘子有交情啊，属实在下无礼了。你们要证据是吧？刚好太子殿下的御医在这，这位夫人到底有没有中毒？让御医查验一番便可清楚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这样！不要。将军，这饭菜没有任何问题，这位夫人脉象也好，根本就没有中毒。怎么回事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都起来吧。你好大的胆子！百味斋的糕点可是父皇亲口赞赏的人间至物，你却这样的恶意诋毁陷害，简直就是蔑视皇威！传我旨意，立刻撤了周希云的糕饼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别耽误本太子吃饭的兴致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要太子殿下！好不容易等到的糕饼，不能就这么没了！不要太子殿下！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今天的事情还好有你们，不然我这14恐怕要被周希云闹得几天都做不了生意。多谢二位。苏娘子，别客气，我帮你就是心甘情愿的事。倒是太子殿下，可能需要你多做些糕点来犒劳一下。苏掌柜，早就听说你糕点做的一绝，做饭也是如此，我早就想尝尝了。当然没问题，你们先去雅间坐一会儿，我这就去后厨准备。霍将军，霍将军，你今天如此帮着苏掌柜，而且还总是盯着他看，你是不是心悦他？太子殿下，不要乱说，先进去。失败。我今日路过百味斋，想着弟妹独身经营百味斋，她不容易，我就好心去百味斋想买些吃的去给她捧场，可是她就故意的针对我，害得我当众撤掉了告密。师妹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这孙瑶简直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告密是我好不容易为你请益，找他算账。苏掌柜，你做的饭菜比宫里的还好吃，下次我还要吃。没问题，到时候给您留我最新做的马蹄糕。太子殿下慢走。苏瑶，你凭什么撤了大嫂的告密？她可是你的大嫂。陈世美，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，我跟你已经和离了。周希雨可不是我大嫂。再说，是他诬陷你，又被当众拆穿，他自作自受，活该！你少血口喷人！大嫂那么善良，怎么可能会诬陷你？他善良？陈世美，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竟然相信他的鬼话！要不是因为周希雨，我跟孩子这5年，怎会从未收到你寄来的1文钱？那是误会，都说了那是下人疏忽，大嫂不是故意的。那他这次当众陷害我，说我的饭菜有毒，害我差点被封殿，也不是故意的了。是太子殿下的御医当众验出他假中毒，所以才撤了他的告密。这些周希云告诉你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陈世美，你被当枪使了这么多年都毫无察觉，难怪周希云会一直骗你。你这蠢货，活该被他耍。你居然敢说我蠢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敢打你？陈世美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这是我和苏瑶之间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少在这多管闲事！陈世美，周希云陷害我的时候，太子殿下就在场，有本事你去宫里对质，在这里诬陷我算什么本事？这是户部刚查出来的账簿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，你在采购瘟疫药材时挪用了3万两银子，你该作何解释？这不可能，我从未贪污过，一定是你想诬陷我。陈大人，
你可要看清楚，这上面盖着的可是你的私印，是真是假，一查便知。居然真的是我的私印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从未在这账本之上盖过章。我还以为状元郎是个好人呢，原来私底下这么不是个东西，居然连购买瘟疫的药材的钱都贪污。呸！也不知道他这些年到底贪了多少东西，真是个狗官！狗官！打死你！我可是陛下亲封的状元，这些刁民居然敢这样对朝廷命官，我饶不了你们！都现在了，还在摆状元的架子，你不如回去好好想想，这私印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的私印，只有身边最亲近的人才能拿得到，该不会是你的好大嫂周希雨颁给你？这私钞一直藏在床下隐藏的暗格里，只有大嫂知道。难道真的是大嫂贪污了救灾的银钱？既然这私印是真的，官便一会儿就会去状元府搜查被贪污的银钱。陈大人，你可要做好准备。你不如回去好好问问周希雨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别到时候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让开！你走什么呀？你看看，哎，脸挂不住了吧？师妹，你有没有替我好好的教训苏瑶？还有我告密的事情，还能不能恢复？你居然还想问告密的事？明明就是你假装中毒，想害苏瑶，被太子发现，太子这才当众褫夺了你的诰命，而你居然让我去给你讨个公道。你是想让我得罪太子殿下吗？师妹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想解释是吧？好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偷拿了我的私章，在账本上盖章，贪污了购买瘟疫药材的钱？私盖官员的印章贪污是个重罪，我现在没了诰，被发现要坐牢的，绝对不能承认。师妹，你怎么能怀疑我呢？我怎么可能拿你的印章去做那种事情呢？可我的私章藏在哪，只有你知道。你快把那贪污的3万两白银拿出来，一会儿官府的人就来搜查状元府了。到时候拿不出来钱，你我都没有好果子吃。贪污银两，我已经全部花光，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。什么？我的仕途全亡，我当初就不应该那么相信你。若不是因为你从中挑拨，苏瑶就根本不会和我和离。若是苏瑶成家，我根本就不会从堂堂状元沦落到现在贪污的囚犯。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你现在倒是想起苏瑶，这一切怎么能怪我呢？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堂堂状元，若不是苏瑶辛苦的供你读书，你怎么可能会考上状元？你以前那么温柔善良，如今怎么变成这副模样？要不是我想当上状元夫人，我怎么可能会故意的讨好你呢？这个没用的男人！幸好我早就知道指望不上你，提早做了打算。熙云，你还没收拾好？哟，这不是假清高的陈世美吗？哎，你现在还真是狼狈。王庸，你居然和王庸勾搭在一起，你居然背叛我！世美，你我之间的关系是你说是清清白白的，怎么能说是我背叛你？况且我已寡居多年，若是再嫁，也不足为奇。可你曾经不是……那都是我骗你的。若不是看在你把所有的金钱都给我的份上，我怎么会无名无分的跟着你呢？人家王大人财产万贯，又对我如此的宠爱，我就算是跟着他做个外室，也比跟着你这个废物强。千儿、环儿，跟娘一块走了。娘，走吧。周希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大人，有人举报贪污治疗药材的严总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是被冤枉的，
走，放开我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街坊们，承蒙大家的关照和喜爱，百味斋分店正式开业了。好，好。为啥刚开业，怎么来了一群官兵啊？不会是来抓人的吧？诸位莫要惊慌，我们是奉长公主之令，来给苏掌柜贺喜。苏掌柜，恭喜你的百味斋开业。苏掌柜，长公主殿下特意吩咐说，您做的饭菜十分美味，特让我们带着礼物来向您道贺，愿您生意兴隆，客似云来。多谢长公主抬爱，辛苦各位了，快引各位下去休息。好嘞，各位官爷，里面请。这苏掌柜可真有本事啊！不仅做出的饭菜能让皇帝和长公主称赞，就连霍将军也这般的照顾。是啊，是啊，苏掌柜，我们已经等不及要进去品尝您的美食了。当然可以了。今天开业大吉，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今日凡是进店消费者打5折。哎呀，快走快走，5折！客官里面请。小二招呼客人了。苏小姐，宫中退下了一位善做汤品的御厨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把他引荐给你。你忙着照顾生意的时候，别累着自己。太好了，我正从店里备人手呢。霍将军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将军，里面请。苏瑶，凭什么你能得到长公主的赏识？还有大将军霍金侯护着你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苏瑶的家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，事成后银子少不了你的。放心吧，夫人，这点小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哎，干什么？走后门。苏瑶，等我把你捉奸在床，到时候看你还怎么勾引男人。周希云，是你报的官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霍将军，我可是为了你好。我昨晚亲眼看到苏瑶跟一个野男人就在院子里面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把您叫来了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在说谎。苏娘子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霍将军，我亲眼看到的还能有假吗？现在他们一定还在院子里面私会，这种贱女人就应该拉去陈塘。霍将军，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搜查。周希云，你又想干什么？还带着官差来我家？苏瑶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这个时候不应该跟野男人在里面私会吗？苏娘子，苏娘子，我这是怎么了？霍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是……苏娘子，我看见周希云指使这个混混摸进你家，我担心你，所以跟进来看看。怎么样，你好些了吗？多谢霍将军，肯定是周希云又想陷害我。他明日一定会引人来看我被捉奸。霍将军，能否麻烦您配合我演一出戏？好。哦，你怎么这么确定我在与人私通？难不成这一切都是你指使的？我没有。昨天晚上确实有一个混混闯进我家院内，不过已经被绑起来。我正准备带他去见官，好好查查这幕后主使。不过看来你已经替我报过官了，到底是谁要陷害我？
我们现在就进去，好好查查。说，昨天晚上是谁指使你潜入苏娘子的房间，给她下迷烟的？是我自己，贪恋美色，并没有人指使我。说，你要是再不说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官爷，不要啊！我说就是啊，是周熙元，是他给我营救，只是我对苏瑶小姐有不轨之事，可是我约了一夜，并没有得逞啊！官爷，不要杀我呀，官爷！熙元，你为何总是不愿意放过我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诬陷我，按照律法要被判多少年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成了状元夫人，我为何要放过你？抢了别人的位置还这么理直气壮，周熙元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！这次你诬陷我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就等着坐牢吧！带走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我可是户部侍郎王庸的人，要是敢动我，我当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周熙元，你擅盖官员印章、贪污采购瘟疫药材公款的事情已经被查出来了，你还3番5次陷害苏娘子，这些所有的罪行加在一起，足够砍你的头。就算是户部侍郎，也救不了你。怎么会这样？周熙元，这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你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早该想到会有这一天。霍将军，这件事情真是太感谢你了。要不是因为你昨晚刚好路过我家救了我，我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孙娘子，其实昨天晚上我不是刚好路过，我就是来看你的。啊！我总是担心你一个人会遇到危险，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去挂念你。将军，我们该走了。好。孙娘子，我与你说这些，不是为了胁迫你什么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知道我的心意。告辞。他说他是故意来看我的。陈世美，醒醒！陈世美，贪污治疗瘟疫药材的事已调查清楚，罪犯周熙云已被问斩，你可以出狱了。我终于清白了，我终于清白了。我的官职呢？我的官职复原了吗？别做梦，还想着当官呢？陛下亲自下旨处理失职，你已经被罢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苦读多年，好不容易高中状元，怎么能说没就没了？别在这哭喊了，赶紧走！再不走就是妨碍公务了。走！完了，全完了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你会不会？我以前是状元，现在竟然这么落魄。客官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好，谢谢。苏瑶现在竟然过得这么好。对了，我还有苏瑶，她以前那么爱我，我去求她原谅，她一定会心软的。苏瑶，苏瑶，去拿些吃的来。
苏瑶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你的相公陈世美啊！你是陈世美？陈世美，我跟你早就和离了，现在已经不是夫妻了，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。我还要做生意，你赶紧离开吧。苏瑶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你看看你这副样子，以前风光的时候，把我和孩子抛在乡下不管，现在落魄就又来找我。我是什么捡垃圾的人吗？我真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因为周希云那个女人就伤害了你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是爱你的。爱我？啊！你当初把我和孩子抛在乡下不管不顾，现在又说爱我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心里永远就只有你自己。告诉你，我早就不爱你了，别在这里纠缠。不，幺娘，你忘了吗？当年我们成亲的时候，我卧病在床，你为了救我，大冬天跑到深山去找草药，甚至连命都快没了。是，你一定还是爱我，对吗？是，我承认，我以前确实很爱你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陈世美，你凭什么觉得，只要你一回头，我就会在原地一直等着你？这些年，你是怎么对我和孩子的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爱着你的那个苏瑶，早就在你的一次次伤害中，被你给逼死了。现在的我，看见你就觉得恶心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苏瑶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以后好好对你和孩子，我发誓。你别再上前了，再来纠缠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掌柜的，交给我，走，别在这撒野，去，赶紧走！快闪开，马惊了！快闪开，马惊了！小心！啊！苏瑶，你居然没有救我！苏瑶，你看，我的手受伤了。你之前最珍惜我的手，说我的手是用来读书和写字的，绝对不能受伤。可以帮我包扎一下吗？赶他走，实在不行就报官，说他扰乱治安。好嘞。苏瑶，就算你绝情，我也是怀宁和怀安的爹呀！我想见见他。掌柜的，这……你对娘不好，才不是我爹，我只认娘不认你。就是，我们早就断绝关系了，你别再来找我们了。怀安，怀宁。陈世美，你听见了吗？孩子们都不想看见你，赶紧走吧，以后别再来打扰我。怀宁，怀安，有你们真好。娘亲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。娘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对，娘，我饿了。好，娘现在就去给你做好吃的。走吧。娘，你是不是累？
累了，我给你揉。娘，我也能帮你缓解疲劳。好，娘的宝贝们真懂事。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，14的生意也红火，孩子们又这么乖巧可爱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苏娘子，但总有意外。霍将军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……娘，是我和淮安非要霍叔叔来的。霍叔叔，木雕呢？哇，这个木雕跟我长得好像呀！谢谢霍叔叔，霍叔叔好厉害。你们两个最近有没有好好听娘亲的话？霍叔叔，你现在都成店里的常客了，每次来都要给娘带首饰和爱吃的糕点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娘啊？小孩子，别乱说话。怀宁没有说错，苏娘子，我的确喜欢你。不知道你对我是怎么想的？其实我也幸运，但我还有2个孩子，在世人眼中，我又是身份地位的商女，和你并不相配。霍将军，请你不要乱说，我只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妇人，实在攀不上将军。以后，请你不要再来了。好吧，是我冒犯了。等等，苏娘子，霍将军，这些东西还请你带走。苏娘子，这只是一点心意，收下吧。你看他霍将军天天往这儿跑，怎么就看上一个带俩孩子的厨娘呢？可不是，大将军怎么想的？心中贵女多的是，怎么偏偏看上一个和李府？霍将军，你听见了吧？你这样已经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，还请你以后不要再来了。是我考虑不周，给你带来困扰。娘，霍叔叔明明对我们很好，为什么要赶他走啊？傻孩子，霍叔叔是大将军，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他值得更好的。以后，我们就不要再打扰他了。啊，一共2000银子，谢谢二位，欢迎再来啊！二位慢走。这位姑娘，不好意思，本店快要打烊了。您不介意的话，后厨现在还能做一些简单的饭菜，或者您可以提前预约，明天再来也行。还不赶紧行礼？这可是当今陛下最宠爱的嫡幼女，昭华公主殿下。见过公主殿下。你就是苏瑶，百味斋的掌柜吧？是我。看来公主殿下今日前来不是用膳，不知公主殿下前来所为何事？没想到你还挺有眼力劲儿，那本公主就直说了。听说
霍将军经常来你这14，你一个和离的妇人，还带着2个孩子，哎呀，怎么敢肖想霍将军呢？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，他是本公主钦定的驸马，你那些小心思该收收。看来这位小公主是霍惊鸿的追求者，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，不能让这件事影响店里的生意。公主殿下，您误会了，霍将军哪能看得上我呀？他就是人好，可怜我带着2个孩子操劳14，偶尔搭把手罢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公主殿下难道不相信我，认为我是想要攀权富贵的恶毒女人，要治我的罪吗？不是，我也没说要治你的罪啊。算我误会你了，我只是瞧不上那些攀高枝的人罢了。公主放心，明日我就在店内贴告示，拒绝霍将军进店。哎，谁让你拒客了？你可千万别这么做。你一个妇人带着2个孩子开店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这样再把店搞黄了，这可不好。谢过公主殿下。其实我偷偷找人打听过你，你的前夫陈世美简直就不是个东西，抛妻弃子先不说，居然还纵容大嫂害人，简直都把读书人的脸丢尽了。公主说的对，他就是个人渣。苏娘子，你没事吧？霍将军，我没事。公主，你要为难就为难我，不要为难苏娘子。她一个人带孩子开店不容易。哎，你喊什么呀？我又没欺负她。霍将军，公主今日是……哎呀，霍惊鸿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前几日招你当我驸马，你躲躲闪闪，原来是在这里和苏姐姐卿卿我我。公主，你不要乱说，苏娘子与我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，行了，啊，苏姐姐，我今天和你聊得很开心，但我其实真的不喜欢霍惊鸿这块木头，是父皇非要给我们指婚，但霍惊鸿立马就拒绝了。我是不服气才来找你的，你可不要怪我。怎么会？我觉得公主是个非常可爱的人。苏姐姐，你这开14不容易。这是我的贴身玉佩，以后如果有人给你找麻烦，你就拿我的玉佩报我的名声。我让你。那就谢过公主殿下了。苏小姐，既然你没什么事，那我先走了。苏姐姐，这霍惊鸿虽然感情上笨了点，但是他会打仗，能照顾人，这可比你那个陈世美强不知道多少倍了。你眼光真好。哎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成婚呀？公主，你快别打趣我了，我跟霍将军是不可能成婚的。啊，我以为你们早就在一起了呢。你为何会这样说？因为你们看彼此的眼神啊，这一看就知道，既然有感情，当然要在一起了。而且啊，我认识霍将军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他对一个女人这么上心。哎，苏姐姐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帮你找的那个擅长汤品的退休御厨？宫中退下了一位擅做汤品的御厨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把他引荐给你。记得那位刘嬷嬷说是退下来之后没事可干，才来我这儿的。自从她来了之后，后厨的汤品销量翻倍，为此我还给她添了夜钱呢。不过，公主为何突然提起这个？什么没事可做，你都不知道。当时京里多少人想要请她，都被拒绝了。是霍将军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才把她请到你店里来的。他先是找我姑母，在宫里找到刘嬷嬷的同乡，又在她住的胡同口堵了1个月。你都不知道她喝了多少碗湿菜汤。后来她看到汤碗啊，就直犯恶心。她一说她要再喝下去，脾胃都要废了。
原来他为我做了这么多。哎呀，苏姐姐，霍将军对你是真的好，你真的不考虑和他在一起吗？公主从小在宫里长大，不知道民间流言的可怕。我和霍将军身份差异太大了，只要在一起，总会有人议论。前几日大唐还有人在嚼舌根，我不能拖累了他。那些酸话你也信？苏姐姐，霍将军是连我父皇的指婚都推了，他其实……公主殿下，求你不要再劝了，时候不早了，百味斋要打烊了，公主也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哎，苏姐姐，不行，我不能让苏姐姐因为这些就葬送自己的幸福。我们明天就去将军府，本公主一定要把这对有情人撮合到一起不成？公主，你传信与我说，苏娘子出事了，她到底怎么了？霍惊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苏姐姐她心里有你。这怎么可能？我那天与她表明过心意，可是她分明让我不要再去打扰她。你怎么这么迟钝啊？我昨晚跟苏姐姐聊了半个时辰，她每每提起你，那两个眼睛就像放了光一样。她只是担心自己与你的身份差距太大，怕流言蜚语耽误了你。可我不在乎那些，我这就去找她解释清楚。哎，不要着急，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知道苏姐姐心里有顾虑，那我们就慢慢来。我已经给你找好帮手了，这两位呢，就是我给你请的小军师。霍叔叔，其实我和弟弟对你挺满意的，你比我那个渣爹对我娘好太多了，就是太笨了，连怎么追娘亲都不知道。行了，你就别逗他了，说点正经事儿。我们苏姐姐呢，最在意的就是你俩的意见，你们还不快帮帮你们霍叔叔啊！娘被爹伤怕了，坚信男人的钱在哪，爱就在哪。可是我分明给他送过木雕玉佩，他都不要。霍叔叔，你得让娘看见你的钱，把家底摆出来，证明你把心和钱都放在娘这儿，让她知道你愿意把一切交给她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这就去准备。霍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这么多箱子？娘，你来，你来。苏娘子，这些都是给你的。都给我？这么多金银珠宝，都是给我的？霍将军，你什么意思？苏娘子，这是将军府库房的钥匙，这些就是我的全部身家，而且我已经送去官府公证过了，现在已经全部移到你的名下。哇，霍叔叔，你把家底全搬出来了。娘，我和姐姐都很喜欢霍叔叔的，娘不喜欢吗？霍惊鸿，你为何要做到如此？因为我喜欢你，苏念琪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敬佩你独自带着孩子上京的坚韧。我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十分辛苦。我只恨没有早一些遇见你。我时常听闻你教导孩子说，钱在哪，爱就在哪。所以我知道你不信空口白话，
所以我愿意把我全部的身家和性命都交给你，来证明我的信。可你在别人眼中是大将军，而我只是带着2个孩子的和离府。世人会说你屈尊降贵，收我攀高枝。以前在乡下的时候，我太懂那种被人指点、讨论的滋味有多难受。我怕这些流言影响你的前途，影响孩子。我不希望你们一直都生活在被人指点、议论声中，那种滋味太难受。你能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苏娘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护你和孩子们，堂堂正正的过日子。等我。娘，霍叔叔怎么好多天都没来了？他前几日还说跟我调木马呢。霍叔叔公务繁忙，可能是有其他什么事情耽误了吧。霍叔叔是不是生我们气了？那天娘拒绝了他。霍景红，你终究是明白了我们的身份悬殊。苏姐姐，快跟我走！霍惊鸿因护家受伤，一直昏迷不醒，还念叨着你的名字，怕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什么？霍惊鸿，你终于醒了！瑶儿，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在一起了。你看，这是我求了皇上好久，他终于答应册封你为郡主。你也不用再担心我和孩子们被人议论了，就是不知道郡主以后会不会嫌弃我。真傻，我怎么可能会嫌弃你？我就是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。好，我一定保护好自己。恭喜啊！恭喜！真是太好了！太好了，娘和霍叔叔终于成亲了。娘今天真漂亮，像天上的仙女。娘，郡主和将军在一起，瞧着可真般配啊！对啊，听说郡主前夫是前状元陈世美，还缺了条腿，如今啊，正带着他的侄子侄女在京中讨饭吃。哎，二叔，我们不进去讨喜钱了吗？瑶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觉得遇见你真好。那走吧。